单堂说的是可信的，一开始咱们不就是为点钱吗？现在问题解决了，也就没事了，对吧？李叔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是因为我们要告他们，所以他们才好好来谈的。那之前他们推三阻四的，要不是为这，庆来也不至于受伤，我公公也不至于吐血。反正现在也已经开庭了。那不如就拿到法庭上，当着法官的面一块儿说。那咱们这私底下说悄悄话，那回头我们撤诉了，他们不认了，咋办？我们跟吴法官谈着呢，怎么突然叫我们回来了？李公安也是吴法官请来的。坐。坐。李警官，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了，都已经开庭了，您就不需要再来劝幸福他们了。年轻人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法律啊，绝对是个好东西，可是，在咱们农村呢，可不是用法律这把尺子量一量就能量出长短来的。如果您不是一个警察，您说这样的话我能理解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也是搞法律的，在明知道我的当事人已经委托了律师的情况下，您再私下来找他们，这不合适。方律师啊，咱们俩没关系，我只和有德一家有关系。啊，那这样，有德大哥，单堂的意思，我也跟你说了，啊，这律师也在这儿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你怎么选？你当着他的面你说啊，你自己说。爸，咱们家可下了多大决心才走到这一步的？你可想好了？关律师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这事儿啊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关律师，那要是我们撤诉的话，那之前村里做的那些事儿，那还有个对错的评判吗？要是撤诉了，那就是私下和解，那就没有对错了。幸福，既然这个万书记都答应了，该赔的都赔，那我们也没啥损失了。那我们还告啥呀？就那个，就这样吧。你看咱农村人过日子，前想几步后想几步，法官也同意了，万书记也同意了。你看人家李公安，跑来跑去，他太累着你了，就按李公安的来吧。不是，妈，咱们要是真撤诉了，那村里不会认为他有错，那反而没准就更觉得咱们真是拿地讹他们了。这事儿不对呀。错了不是在嘴上，书记已经答应了，要给咱们赔偿，这就说明咱们是对的，村里是错的。是，咱们一开始确实是想要个赔偿，但咱们也想要争一口气，得有个对错吧？那这事儿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了了？关律师，你觉得呢？我是律师，我希望我的委托人满意。如果你们都决定要撤诉，我们还要再帮你们做一个和解协议。就这样吧，那个，就这样，皆大欢喜。哎，关律师，这事儿我真觉得对不住了。没事儿，挺正常的。
只不过是通过诉讼解决的话，也许能够为你们争取更多利益。关律师啊，这村里的事儿啊，和你们城里真是不一样。这小门小户的过日子，不吃亏就得了，占便宜不是啥好事。这怎么能叫占便宜呢？这是通过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。您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了，怎么能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嗨，法无外乎情嘛，这乡里乡亲的，还是有情有义，更好相处一些啊，是吧？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万家集团这么做就是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他们这是无视法律的尊严。找你们二位过来呢，其实就是想着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一做王家的工作，说服原告让步。凭什么呀？被告违法让原告让步，法官同志，你还敢自称是法律人吗？我当然敢呀，我为什么不敢啊？而且我问心无愧啊。关涛，咱们都是法律人，而且我们更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法律人，我们肩负的是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责任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。现在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，对于这个案子我们也是格外的重视，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个实际情况摆在我们面前，法院没法判。你说要拆除他们已经在建的这个污水厂啊，别看就是那么一块小小的菜地，那直接影响到的是市里的重点项目保健品厂、万家集团的转型。往大了一点说，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市里乃至省里的经济建设。但是被告也太有恃无恐了吧？那法律的尊严不用维护了？这当然要维护，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你甭管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工了，保健品厂、污水厂，是不是必须要建？这是关乎到万家庄全体村民的大事，这事咱也得考虑。这样一来呢，法院起码不会判让那块土地恢复原样了，因为那样的成本跟代价就更大了，是不是？再者说，咱手里好歹有一份征地协议，这么干不算一点道理都没有啊！你现在不就是那大棚跟地里的东西吗？赔就是了，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啊？是钱的事吗？这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啊？我这也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啊！为集团利益着想，也不能不顾影响，胆大妄为。你说胡律师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你怎么就给川家出这种馊主意？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自己跟没脑子似的。对付这种得寸进尺的人，就不能给他们好脸。我一开始听你的了，我跟他们好好说了，结果呢，把咱给告了。那怎么着？要一次钱给一次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咱们集团以后再需要村里配合干点什么事，谁配合你啊？都来这一套，就得给他点厉害瞧瞧。行，都出去。那这个事儿，我再想想。行。那吴法官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你接着说。关涛，你也是法律人，你也应该明白，有的时候吧，妥协也是一门法律的艺术。的确，就这个案子，从法律条文上来讲，是非非常鲜明，很容易。但是你法律条文，你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状吧？那吴法官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地方经济的建设，我们不能阻止，但是人民的权益，我们也必须要维护。我是想着，能不能就目前的情况，我们从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来进行协商，最好是能达成一致。好，协商我没意见。但是开庭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总要论个是非曲直吧？法律不能助长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吧？是非曲直固然很重要，但是解决问题才是咱们要做的，你说呢？
进来。哎呦，我兄弟来了！来，敲什么门呐？哎，想坐哪儿？行，坐吧。看看，2天见不着我就想我了吧？我还真不是想你，我是来求你的。行，拉倒吧，咱俩啊用不着说这个字儿啊。要是你个人的事情，怎么都好办；其他的事情，您免开尊口。老李啊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不就是为了昨天把王有德家地推了的事儿来的吧？山堂，你说王家过去在村里挨欺负，一直是你护着他们，这回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说你收了人家的地，踢了人家的人，还不给人家赔偿，现在没等判，就把人家地给推了，你这是往死路上逼人家呀！谁让他们招呼也不打就找律师告集体？我要不压他们的念头，那别人跟着起哄，我怎么办？他们家有特殊情况，谁的情况不特殊？不是，那你也应该好好跟人家说呀！你强推人家的地干嘛呀？对，这件事情啊，传家他们做的确实是不对。刚才我也把他们都给骂了。